4月的天气越发暖和，入夜不凉，浸泡药浴最为舒适。景林在里屋山水浮雕屏风后脱衣，方福林频频张望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扭头看向正在准备工具的洛雪欣。王妃，这里好像不需要方某吧？需要的。洛雪欣看了眼屏风，见景林还没准备好，放心的凑过去悄悄说：景林害羞，有你在会好一点。王爷害羞？你今夜看我施针，以后药浴施针就交给你来，方大夫没问题吧？方福林刚要回答，背后一道寒气扫来，他顿时吸口凉气，立刻拱手行礼。王妃，王爷眼疾3年毫无进展，全靠有您才得以好转。这么大的事，还是王妃全权负责为好。方某可以帮王妃打下手，药浴施针还是王妃您来。针灸不难。本王好了。陆雪欣回头看了眼，喊上方福林，拿上工具，走进屏风后面，脱去上衣，赤裸上半身坐在木桶里，空无有力的体魄，宽肩窄腰，上半身每一寸肌肉都充满着内敛强劲的力量。陆雪欣一眼看愣住了。以大夫的眼光，景林的体魄真的很完美，和陆雪欣想象中一模一样，但这并不是他看愣住的原因，而是在景林裸露的皮肤上，一眼看过去有10几道大大小小的陈年伤疤。王爷自年少时征战沙场，北疆人凶蛮暴力，受伤是家常便饭，难免的。景林听见了，微微一愣，抬起脸，他没有戴蒙眼部，俊美绝色的脸上一双泛灰暗淡的眼睛，他皱眉抿唇。星儿笑到了？没有吓到，我是敬佩崇拜，王爷铁骨铮铮，是个大英雄。怎么又换我王爷了？语气无奈的揶揄一声。星儿要在哪里施针？先从眼周穴位开始，胸前身后都要。景林你放轻松，不要绷着肌肉，放心交给我。陆雪欣一边说一边伸手拍拍景林的肩膀，景林下意识绷紧，然后再慢慢的放松下来，嘴唇紧抿，耳垂泛红。方福林无声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捂脸，心底连连叹气。唉，在心上人面前羞涩成这样，说出去都没人敢信这是威名赫赫权倾天下的摄政王。再看洛雪欣，面对景林赤裸的上身，坦坦荡荡的欣赏，从容淡定的取针刺穴，脸上一点羞涩都没有。这两人，看来我得出把力添把火。王妃，需要方某做什么？方大夫把脉吧，瞧瞧我施针的时候景林的脉象有什么变化，还有药汤冷了要及时的加水。好。景林好似这才察觉还有个方福林在这儿，当即冷了脸，伸手递出去，一副嫌方福林多余的样子。方福林嘴角抽抽，假装没看见，不知道。药浴施针足足用了2个时辰，景林药浴完需要再用干净的水沐浴洗净。洛雪欣和方福林在外面等候。王妃的医术，方某佩服之至，若是师傅在此，定会和王妃结交好友，探讨医术3天3夜都不停歇。方大夫的医术也很厉害。王妃如此优秀出众，想必有许多男儿追求仰慕，不知王妃可有喜欢的？屋内，景林刚沐浴完，穿好衣服，正要走出屏风时，听到方福林的话，当即皱眉停下脚步。洛雪欣没注意后面，惊讶揶揄地瞧着方福林，没想到方大夫如此八卦。纯属好奇。自然是有，不过师兄师姐说我还小，外面的野男人都被他们挡下了，根本没机会来烦我。原来如此，那王妃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喜欢过人。洛雪欣毫不犹豫，利落干脆的回答，犹如晴天霹雳砸在景林头上。景林懵了。星儿不是说喜欢我，我明明亲耳听到。方福林眼角余光瞥了眼景林。哼，那王妃想象过吗？是喜欢温柔贴心的，还是俊美英武的，又或者是冷酷强大的？我喜欢的温柔贴心。脑海里闪过景林，俊美英武，谁能有景林和哥哥好看？冷酷强大，我肯定不要冷冰冰的冰山，多无趣。像景林就很好，不冷又强大霸道，充满了安全感。等一会儿。洛雪欣当场呆住，眼睛睁大。我为什么想的每一个都是景林？王妃，你想到了谁？我谁也没有想。洛雪欣下意识反驳。王爷，您都听见了吧？方福林，你话太多了，要不要本王送你去月宴楼说书啊？
方福林先是一愣，很快明白景林为什么生气。方福林，景林脸黑的能跟锅底有一比。方福林立马闭嘴忍笑，轻咳了2声，然后才开口。王爷，方某觉得王妃心底并非没有您。方某问王妃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，王妃心神不定，而后见了王爷，红着脸落荒而逃，心底定是有王爷，才会慌乱羞涩。星儿真的脸红了？对，方某可不敢欺骗王爷。行了，你滚吧。景林无情赶走方福林，又命令麒麟卫去把素月叫过来。素月，那日王妃和国师闲聊都说了什么？你一一禀来。素月记性极好，一句不落，一字不差，全部说来。景林默了。由始至终都是我误会，是我想太多，还对洛雪欣说了那些话，结果啪啪打脸。人在孤独间掌心的曲线，诉说着流年。直到日出，阳光透过窗落在他身上，景林心底已有了决定。不管什么襄王有心神女无意，也不管方福林说的话有没有糊弄他骗他，景林都确定了一件事：我爱慕星，不想让他离开我的身边，我会让星儿知道我的真心，会追求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使尽浑身解数，也要让他爱上我。如果不爱，没有如果，这天下没有我做不到的。哪个野男人敢靠近星儿，先斩了他！王爷，今早的药煮好了，您醒了吗？林雨安端着药碗在门外问道。景林走过去推开门，接过药碗试了下温度，仰头一口饮尽，拇指拭去嘴角的药汁，开口问道：王妃起了吗？本王去西院和王妃一起用早膳。那个王爷，王妃已经进宫了。进宫？王妃说想念陛下了，进宫见见陛下，进宫见见陛下。景林皱起眉头，直觉不对劲儿，就算进宫也不至于天刚亮就走。备马，本王要进宫面圣。啊，王爷，你要骑马去吗？不坐马车吗？把乌月牵出来。踏月乌骓，一匹马。皇宫内，洛雪欣坐在偏殿，和李明晨一块吃早膳。姐姐，我没有做梦吧？我一觉醒来，姐姐居然进宫陪我吃早膳，好幸福。姐姐以后常常来陪你。姐姐，天天从王府过来多累啊，要不姐姐住在宫里，这样也方便。好啊，那我就在宫里住几天。李明晨惊呆，还有这种好事？昨晚回去，洛雪欣也没睡好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大饼，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择偶标准会是景林。我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不可能，我前天才跟哥哥信誓旦旦承诺不会喜欢景林，绝无这种可能。今天姐姐来了，明晨只陪姐姐玩。御花园的花开得好看，待会儿我们去看花喂鱼晒太阳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两人一拍即合，用了早膳慢慢散步去御花园。宋玉娇、宋白霜，还有在铜雀台见过的几位宋氏小姐，怎么都在宫里？又来了，老巫婆回来，疯了似的往朕面前塞女人，恶心！他们之前都来找过你了？朕明白，就跟市井小说里写的一样，想要生米煮成熟饭，逼朕收进后宫。姐姐会医术，要不姐姐给我扎几下，下点药，让我变成太监，他们就没辙了。嘘，瞎说。洛雪欣嘴角抽搐，一把捂住李明晨的嘴。好啊，摄政王妃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捂陛下的嘴巴，这是造反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摄政王妃抓起来，打入死牢！住口！的确有人加害朕，不过不是姐姐，而是你。来人，把她给朕扔进火里！你们敢？我姑母可是太后，谁敢动本小姐一根头发丝，我姑母砍了你们的脑袋，诛你们九族！众羽林卫顿时僵住，表情迟疑犹豫起来。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，不是宋氏的。尔等不听陛下号令，反而怕一个宋氏小姐，是想造反另拥新君吗？众羽林卫更加惶恐，哗啦啦跪了一地。本人不敢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抓住宋玉娇！羽林卫起身再次包围宋玉娇，顿时害怕慌张全转成了恨意和怒火。宋玉娇面目狰狞地扑过去。仙人，都是你害的，小姐！姐姐小心！洛雪欣侧身退开2步，宋玉娇扑了个空，扭头又朝他追过来。洛雪欣脚步一错，优雅侧身，宋玉娇擦着他面前扑空，表情惊恐慌乱地摔进了湖里。救命！救命啊！这湖边水位也就到小腿，
猪都淹不死。湖里扑腾的宋玉娇突然僵住，听到洛雪欣的话，她挣扎着站起来，成落汤鸡了，好丑！贱人，你害本小姐出丑，本小姐杀了你！宁晨躲开！洛雪欣一把推开李宁晨，避免误伤，紧接着弯腰低头，避过头顶挥砍过来的大刀。贱人，去死吧！宋玉娇不依不饶，双手抓着刀，发疯似的追着洛雪欣砍，场面一时混乱无比。直到一个花盆凌空飞来，撞在宋玉娇的后背。义兄，拜见兽王！景林无视所有人，大步走到洛雪欣面前，伸出手，因为看不到目标，只得半路握拳收回去，心底不甘，怒火更盛。欣儿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你怎么进宫了？稍后再说。景林转过身，半揽着洛雪欣，维护的姿态。羽林卫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闺秀小姐夺了刀。摄政王恕罪，属下是怕伤着太后侄女。怕伤着太后的侄女，不怕伤着摄政王妃。宋氏什么时候骑到本王的头上了？都是一群没用的废物。李宁晨也很生气，双手叉腰命令，把这个被夺了刀的废物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其他羽林卫统统杖30，罚半年俸禄。羽林卫退下领罚，换麒麟卫替换护卫。肃杀压迫的氛围吓得李云昭、宋白霜一众脸色都是惨白的。宋玉娇行刺摄政王妃，押入麒麟卫，依规处置。摄政王息怒。宋白霜脸色大变，立刻跪下求情，砰砰磕头。摄政王，还请看在太后和宋氏的颜面上，饶了玉娇这一次，她绝不敢再冒犯王妃。本王只信死人的保证。听出景林有了杀了宋玉娇的意思，宋白霜脸色再次变了变。王妃，恳请您饶了玉娇这一次，宋氏会记住您的这份恩情的。陆雪欣听出了宋白霜的言外之意，戏谑挑眉。拿宋氏压我，想想过几天要跟宋氏见面，陆雪欣眸光闪了闪。王爷消消气，宋玉娇罪不至死。他伤你，就该死。景林，我有个主意。除了洛雪欣和景林，谁也不知道洛雪欣说了什么，只知道洛雪欣说完后，景林周身肃杀冷厉的气势缓和下来，拉住洛雪欣的手不让她离开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得好。林雨安，把他拖下去弄醒，你亲自动手，鞭20。末将遵命。行时，全程要他清醒，晕了，弄醒再继续，不得蒙混过关。末将明白。宋白霜当即两腿发软，脸色惨白，红唇也没了血色。寻常20鞭子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放开本小姐！救命！姑母一定会杀了你们的！太吵了，星儿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景林一直牵着洛雪欣的手，力道不紧不松，掌心滚烫的温度暖得洛雪欣手都是热乎乎的。好，义兄和姐姐去哪儿？带上阵。陛下闲着，不如去练武场习武，好好练练体魄。李明晨委屈撇嘴，眼睛水汪汪看着洛雪欣求助。明晨乖，我等会儿就回来。对了，你留云昭郡主在你身边待一会儿，免得太后找他麻烦。远离花园，来到一座竹林八角亭中，周围寂静无人，只洛雪欣和景林两人，手还牵着，温度越发滚烫灼心，心跳又快又乱。洛雪欣低垂着脑袋，避开去看景林的脸。下一秒，景林松开了手，语气放温柔问他：星儿做吗？好。他故作淡定平静。你怎么进宫了？星儿呢？星儿为什么进宫？我来见见陛下。对了，我和陛下说好了，要在宫里住上几日。景林，你的眼睛可以让方大夫负责，药浴施针，喝的药方子，方大夫都知道怎么做。景林点点头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。星儿，你是在躲着我吗？啊？洛雪欣心虚的摸了摸鼻尖，仗着景林看不见，语气故作迷茫困惑。我为什么要躲着你？景林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洛雪欣自以为伪装得很好，殊不知这段时间以来，景林比他想象中更加了解他。敏锐的感官也让景林精准无误地摸透了他的反应，能够在脑海中想象出他的一举一动。星儿，我心悦于你，我不想只是和你做朋友，我想堂堂正正的3媒6聘，昭告天下，迎娶你做我的王妃。啊！洛雪欣惊呆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还在纠结动摇，反复催眠自己。我不可能喜欢景林，我只是把景林当朋友，当老板。
结果他还没理出结论，景林却先向他告白了，还要娶她。心乱如麻，洛雪心懵懵的张嘴。景林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真不是玩笑。景林起身走到洛雪心面前半跪着，两个人距离再次拉近。景林从怀中取出一只金簪。心儿，这是我祖父与祖母定亲时，祖父亲手打造的百合金簪，象征夫妻百年好合，幸福美满。后来祖父给了我的娘亲，我娘亲又给了我，望我赠与心上人。心儿，你愿意收下它吗？不行，太贵重了，而且总得2些香月才能收吧。景林神色瞬间暗淡，语气沮丧失落，苦涩笑道：心儿厌恶我？不是，我没有。陆雪信又猛又急，抬手捂着通红的脸，闷闷说道：我不讨厌你，但是我拿你当朋友，我根本没有想过男女之情。好。景林站起身，百合金簪还握在手里。我不为难心儿，但心儿现在可以想想，我对你是男女之情，我贪着夫妻之盟，想着白头偕老。洛雪心抬头愣愣看着景林。心儿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我家的家规是从一而终，夫妻好合，禁止3妻4妾。我喜欢心儿，金簪便只能给心儿，请心儿先帮我保管。万一我弄丢了呢？那便丢了吧，心还在心儿身上，永远不会丢。心儿在宫里好好玩，我等你回家。回家2字让洛雪心的心狠狠颤了颤。再看景林转身出了八角亭，招手吩咐素月过来伺候，然后一个人慢慢走了。洛雪心呆呆看了一会儿，看不见背影后才收回视线，抿唇看着桌上的百合金簪，感觉要糟，哥哥会不会气哭啊？白霜没有保护好玉娇，请姑母责罚。一群废物，全部滚！姑母，事情已经发生，无法挽回。而今之计是我们要想想怎么平息父亲大人的怒火。我们可以拉拢摄政王妃，利用她接近陛下，再找机会让陛下临幸宋氏的姑娘。那个贱人仗着摄政王宠幸，连 A 家都不放在眼底，又怎肯帮宋氏？姑母，白霜有一计。宋白霜大胆起身，凑到宋芳仪耳边轻声低语一番。午后，桃花亭，喜欢，不喜欢，喜欢，不喜欢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嘴里嘀嘀咕咕，喜欢不喜欢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姐姐，跟明晨说说，我可是皇帝，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。万一解决不了，还有义兄，义兄天底下最厉害。陆雪心觉得憋着也不是一回事儿，斟酌一番，开口：明晨，姐姐有一个朋友，她有一个很好的异性朋友。有天，这个异性朋友对她告白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一直拿这个异性朋友当朋友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简单？怎么简单了？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那就拒绝。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。姐姐，你那个朋友会时常想念他那位异性朋友吗？会。会关心在意，担心他的安危吗？会。你那个朋友面对异性朋友的时候，会不会经常心跳加快，面红耳赤？会。那就是喜欢，这就是喜欢。对啊，不然你问问你那个朋友，他会想念其他男人，关心其他男人，还对其他男人脸红心跳吗？姐姐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即便长寿也不过100年，遇到喜欢的人要趁早下手，不然错过了，茫茫人海，去哪儿遇到第2个合心意的人？黎明晨说起大道理，头头是道。喜欢就试试，成亲了还能和离呢，不要犹豫，不用怕。万一姐姐以后嫌弃义兄，我掌权后帮姐姐和离，咱们踹了义兄，我给姐姐挑10几个美男面首，轮番伺候。陆雪心，桃花亭外，素月姐姐，你表情怎么有点狰狞？有蚊子咬我，要不要告诉王爷啊？在宫里留宿的第1夜，陆雪心还是没睡好，继续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。要不我试试去见景林，如果心跳乱了，会脸红，那就是喜欢。陆雪心说做就做，起身把素月和黄玲喊起来。素月，王爷今日上朝吗？今日要上朝的。王妃要见王爷吗？但不料宫女进来禀告，王妃，宋氏6小姐求见。晦气。小姐，要不皇陵去把她轰走？只怕轰不走，还会让太后抓个把柄。算了，让她进来。本王妃倒要瞧瞧她唱什么戏。宋氏白霜拜见摄政王妃。昨日玉娇冒犯王妃，姑母深感自责，
特命白霜协理登门，恳请王妃原谅。宋玉娇已经受了刑罚，她自作自受，本王妃用不着原谅。本王妃今日还有事，赔礼都拿回去，慢走不送。王妃且慢，白霜今日来，除了赔礼道歉，亦是想跟王妃说说4日后的事。4日后是宋氏送来毒药和解药的日子。宋氏想请王妃牵线搭桥，为陛下安排一朵解语花。解语花？你指的是谁？你吗？自然不是，白霜已有星月之人，不敢设想宫中尊贵的身份。这朵解语花，王妃亦是见过的。宋双双不知王妃可否有印象？不管是谁，本王妃都不会帮你们，趁早滚。王妃若拒绝，便拿不到解药。你在威胁我？白霜一直很羡慕王妃和摄政王的感情，但王妃恐怕有所不知，摄政王的母亲乃是一品侯夫人。侯夫人出自江南书香门第云家，云家清贵，名声仅次于宋氏。侯夫人重门第，讲究门当户对，怎能让独子娶一个卑贱不知来历、顶替丞相府的大小姐，嫁入摄政王府的冒牌货？放肆！黄陵大步上前，快如疾风，扬手给了宋白霜一巴掌。王妃，摄政王是孝顺之人，你说摄政王是会选你，还是亲生母亲？你若帮宋氏，宋氏自会解决王妃的身份，不必再担心。以后侯夫人将王妃赶出门，你想怎么做？王妃识趣肯帮忙，那自是简单极了。宋白霜欠身行礼，优雅清高的挺直脊背，转身出去。没走多远，正好碰上素月带着景林过来。白霜拜见摄政王。景林淡淡点头，面色冷傲淡漠。宋白霜眼角余光瞥了眼身后，神色一改，捂着脸做出娇羞的模样，痴痴看着景林。王妃心情不好，白霜不敢打扰，先行告退。景林顿时皱了眉头，洛雪心脸色更冷。宋白霜此举简直跟拿着喇叭大喊他心悦之人就是景林一样没区别，太嚣张了，也太恶心。景林这时候走进赏花亭，皱眉问他：心儿不高兴？洛雪心磨牙，对，气得想杀人。谁惹心儿生气？宋白霜，心儿要杀人，交给我，别脏了自己的手。他不是开玩笑的，他说到做到。坐下说。生气要说出来，别憋在心底。心儿说吧，我听着。上次太后给你下药，审出结果了吗？那些宫女都是太后安排的，意图毁我名誉，治我一个淫乱后宫的罪。虽有人证物证，但不能拿这个发问太后。为什么？太后把药给你了，若治太后罪，你也躲不过去。最重要的是景林不想牵扯洛雪心，其次已经当场报复在宋玉清身上，伤了他的根，名誉有损，又让宋氏肉痛心痛，还不够。方才宋白霜找我，让我设计明晨和宋双双苟合，逼明晨纳妃，这个罪足够治太后了吧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足以废除太后，发配皇陵。星儿，宋白霜威胁你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不配合就不给解药，这点不担心。宋氏敢不给解药，宋玉娇这辈子伤都别想好一分。宋玉娇一次次找茬，还提到要杀他，他怎么可能饶了他？但20鞭子下去，有他特制的药粉，宋玉娇这辈子都只能趴在床上。刚刚答应宋白霜，一是想将计就计，二是趁他在李明晨身边解决太后和宋白霜。星儿，我和陛下都会配合你，但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这次我肯定完美脱身，不会再让宋氏抓住我的把柄，这样你和明晨也能放心解决掉太后和宋白霜。脑海中闪掠过宋白霜说的话，陆雪心抿了抿嘴唇。景林，你娘亲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娘温柔坚韧，自信强大，且出自书香门第，但在边疆也能掌麒麟大军，威慑外敌。我娘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。这是景林第2次提到他娘亲想要一个女儿。星儿怎么想起问我娘了？是有些人说了什么吗？有人说你娘讲究门当户对。放屁！娘亲要是讲究，根本就没有我爹的机会。星儿不要信，是谁在你的面前胡说八道？宋白霜。他找死！星儿别信，这是在挑拨离间，无须有的事。陆雪心嘴角弯弯上翘，心情越发好起来。我肯定不信，但是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说你娘讲究根本没你爹的机会？我爷爷是镇国大将军，我爹自小在边疆长大，威武不凡，但大字不识一个，还是被我娘监督着学了一些字。我娘要是在意门第，她是江南有名的大才女，怎能看得上我爹呢？又怎会随军从江南的好地方一去边疆就是20年？景林的爹娘很恩爱，景林自小耳濡目染，
不动心不乱来，一旦动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景林右手还握着洛雪欣的手，洛雪欣没有挣扎，没有抽出去，就是最大的鼓舞。星儿让苏月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有事。本来是想见一见景林，看看自己会不会心跳加快，害羞脸红。会，那就是喜欢。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宋白霜，心情全毁了，只剩一肚子火。我昨夜不在，方大夫给你施针，感觉怎么样？方府里毛毛躁躁，不如星儿温柔细心。不会吧？她不如星儿好。除此之外，星儿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没了。真的没了？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一鼓作气搞废太后，还有宋白霜。景林沉默点点头。明日至关重要，景林要去找李明晨，还要安插麒麟卫提前做好准备，不得不离开。翌日午后，蓝天白云，阳光明媚，春水居外。跟我来，宋双双和陛下的好事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，我们去另一处等着。宋白霜带他往春水居尽头走去，两人距离不远不近，风吹过宋白霜裙摆，带来浓郁的花香。垂眸扫过宋白霜腰间挂着的香囊，花香太浓，浓得刺鼻，不像是寻常女儿佩戴之物，更像是在遮掩别的气味。洛雪心眸光闪了闪，借着偏头捂鼻时，悄悄取了一颗丹药吃下。宋方仪左边林国公夫人，右边李云昭和宋氏小姐们，还有不慌不忙走在后面3步远的国师林无道。进了春水居，发现空无一人，一间屋子门窗紧闭，挂着红灯笼。宋方仪便知阴谋得逞，快把门给哀家撞开！几名太监上前，砰的撞开门。双双，哀家的好侄女，你被殿下玷污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你还怎么嫁人呢？一进去才发现气氛诡异，安静，没人说话。宋方仪脸色如同调色盘，精彩变幻。林无道在看床上，宋双双衣着整齐，发髻不乱，安安静静睡得香甜。这戏怎么唱？陛下呢？哀家亲眼所见，陛下将双双骗到春水居，陛下一定躲在这屋里，必须把陛下找出来负责。不用找了，朕在这里。陛下，你若看上双双，直说便是，怎能行苟且之事？双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呸！朕怎么就行苟且之事了？宋双双一根头发丝都没少，太后污蔑朕清誉，是何居心？宋方仪僵住，心底怒骂宋白霜：来人，太后大逆不道，谋害朕，把太后抓起来！李明晨，你敢？哀家是你母后，你敢抓哀家？李明晨挺胸抬头，桃花眼冷冽阴沉，帝王之势丝毫不减，开口声音清亮威严：太后口口声声说朕拐骗玷污宋双双，此为污蔑诋毁，又逼朕负责，以此胁迫。羽林卫在屋中搜到春情伞一份，宋双双为人证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太后谋害朕，居心不轨，德不配位，朕是大号皇帝，朕可以废了你。宋方仪震惊瞪大眼：你不敢？废了哀家，宋氏绝不罢休。天下文人墨客口出笔伐，不孝之辈怎配当皇帝？太后谋害陛下在前，证据确凿，陛下废除太后，乃是大义灭亲，值得文人墨客嘉奖称赞才对。就是，不该自信过头，把国师喊过来的。现在后悔也没用。宋方仪焦急冲林国公夫人使了个眼色，林国公夫人只得咬咬牙站出来说道：此事定是有误会，太后一心爱护陛下，怎么会谋害陛下呢？没错，哀家也是被人骗了。宋白霜呢？宋双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他一定知道怎么回事，快去把宋白霜喊过来。林雨安弯腰贴在李明晨耳边说了一句话：来人，搜查春水居。很快羽林卫回来复命：启禀陛下，已抓住宋白霜。哼，走吧，太后不是要见宋白霜吗？春水居另一头，上锁的大门敞开，人人都看见宋白霜一脸春色，衣衫不整，露出白河肚兜，和3个太监纠缠苟且。不愧是宋氏女，在朕的宫里跟太监淫乱苟且，眼底还有朕吗？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李明晨怒斥完，紧接着嘲讽质问宋方仪：太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肯定是有人陷害宋氏，白霜一看就是中药了。斜对面阁楼上，2楼4面都是窗，视野开阔。洛雪欣和景林清楚看到两边的进展。跟太监，恶心的要命。我跟宋白霜没这么大仇吧？他自是恶果，罪有应得。
景林抬手温柔地顺了顺洛雪欣的后背安抚，然后轻身靠近，贴在洛雪欣耳边说道：待宋白霜清醒，定会推到星儿身上。星儿需要一个强效有力的不在场证明。的确需要。景林有什么提议？景林勾唇说了一句话，洛雪欣瞬间睁大眼，肉眼可见的脸红透了。这样会不会太劲爆了？楼底下，宋芳仪还在狡辩，叫嚷着是陷害。楼上，洛雪欣看着景林扯开自己的衣领，松松散散，长露喉结和结实的肩胛肌肉。星儿挑一个地方，不用留情，用力咬。洛雪欣吞了吞口水，也不用这样吧，就说我和你在一起，有你作证，没人敢反驳。不一样，这次要彻底扳倒太后，撇清你的嫌疑，必须有强效有力的证明。说完，景林姿态放轻松，语气越发温柔，哄道：星儿不用担心我，这点痕迹不疼的。这是怕不怕疼的问题吗？洛雪欣捂脸，脸上的温度都有点烫手了。星儿，我知道，我在挑地方，都进行到这一步了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只是咬一口，又不是干别的。洛雪欣深呼吸，再深呼吸。你弯下腰，太高了。好。景林听话弯腰。我咬了。好。洛雪欣握紧拳头，闭上眼，凑上去，张嘴一口。太轻了，不够。星儿放心，不用点力，我没事。先别动，时间久一点，痕迹更深，更让人信服。一会儿后，嘴里有淡淡血腥味儿。洛雪欣面红耳赤，然后景林牵起她的手，温柔哄道：星儿，我抱你飞出去，我们从正门进。哦。洛雪欣魂儿都飞了，根本不敢看景林。景林嘴角弧度弯弯上翘，牵着心上人入怀里，然后单手搂抱，推窗飞出去，踩着屋脊回到春水居正大门。春水居门外，看到自家主子从天而降，素月和黄玲脸色都变了。走吧，该我们登场。走。他们到达的时候，宋白霜已经解开药效，恢复清醒。看到自己衣衫不整被五花大绑，再看地上横躺着的3个太监，还有周围一群人表情鄙夷、震惊、唾弃地看着他，宋白霜眼前一黑，差点又晕过去。宋芳仪冲上来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抽醒宋白霜。白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害你？快说呀！是摄政王妃。王妃今日邀民女来春水居游玩，民女不敢不从。可谁知到了这里，王妃一脚将民女踹进屋里锁起来，而后民女昏昏沉沉，意识不清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姑母，我的清白毁了，我不活了。哎呀，哀家可怜的侄女啊！摄政王妃好狠毒的心，陛下，你亲耳听见了，是摄政王妃狠毒蛇蝎害我侄女白霜，指不定双双也是被她陷害的，还有哀家也被她利用了。陛下，摄政王妃才是罪魁祸首，你该抓她，砍了她的脑袋。住口，不许诋毁姐姐。两人声音同时响起：义兄，姐姐。本王听闻有歹人谋害陛下，淫乱后宫，特带着王妃赶来。雷霆震怒，语气威严，冷厉呵斥：王妃一直与本王在一起，试问如何陷害宋白霜、宋双双，又如何利用太后？摄政王，民女没有说谎。宋白霜泪眼婆娑，怨恨指责：王妃知道民女爱慕你，嫉妒生恨，这才报复民女，毁民女的清白。胡说八道！宋白霜不提还好，一提，洛雪欣再次想起昨日被他恶心的事，这仇得报。哼，本王妃和摄政王两厢情愿，恩恩爱爱，本王妃还比你美貌，比你年轻，你蛇蝎无耻，恶心不要脸，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本王妃妒忌？摄政王妃毁我清白，我不活了。姑母，你不要拦着我，让我死！好一个贞洁烈女！哼，谁也别拦着，让她去死。宋白霜，只要你今儿敢撞，本王妃给你买棺材，修一座牌坊，你放心去吧。宋白霜僵住了。宋芳仪一脸精彩纷呈，绷不住破口大骂：摄政王妃，你好狠毒的心思，你这是要逼死白霜啊！哀家第一个不答应。这马上就废了你，谁管你答应不答应？李明晨翻了个白眼。义兄都说了，他和姐姐一直在一起，你们休想污蔑陷害姐姐。证据呢？摄政王肯定维护这个毒妇，他们的话不能信。哼！景林伸手理了理衣领。怎么，太后也瞎了？
看不见。众人顺着景林的动作，终于看到了他的脖子上红艳艳的牙印，很激烈，都浸出血了。景林语气又霸道又温柔：本王一日不见王妃，甚是想念。今日下朝后，一直与王妃谈情说爱，我们夫妻之事还能有假？王妃与本王恩爱，王妃还能抽出身害人？这是在看不起本王，质疑本王的实力吗？一直光天化日这么劲爆。景林，洛雪心震惊瞪大眼，急忙去捂他的嘴，脸红透了，耳朵更是红的能滴血。先前没说有这些台词，这是能说的吗？众人看到洛雪心的反应，反倒是深信不疑。不愧是摄政王，龙精虎猛，常人不能及也。李明晨默默竖起大拇指：义兄和姐姐进度好快啊！林无道、黄陵瞳孔地震，宋方仪和宋白霜都要崩溃，气疯了。景林温柔拿下洛雪心的手，再开口霸道残酷，杀气腾腾下令：太后宋白霜谋害陛下，污蔑摄政王妃，证据确凿，来人，拿下！谋害陛下，罪同谋逆，请陛下从重处置。好。李明晨终于等到他发号施令的时候，挺胸抬头，气势昂扬：太后伙同宋白霜、宋双双谋害朕，证据确凿，罪大恶极。朕今日废除太后，收回凤玺，念及先帝情分，即刻将宋贵太妃发配皇陵，为先帝守墓赎罪。宋方仪疯狂挣扎，眼珠子恨不得瞪出来，将李明晨千刀万剐了。宋白霜、宋双双即刻押入天牢，待人证物证皆查过，依规处置，绝不轻饶。陛下，林国公夫人脸色惨白，忍不住张嘴劝道：使不得啊！废除太后，如此大的事，至少也该召集文武百官，以后再说。废除太后是大，太后谋害陛下，伤及陛下龙体，便不是大事了。摄政王，正因为是的，才更加需要召集文武百官商议。闭嘴！国公夫人，你处处为宋贵太妃说话，难不成你是同谋？这有可能。陛下，王爷，不如将他抓起来审问一番。林宇安当即提议。林国公夫人顿时惶恐害怕，一边摇头摆手，一边后退。不，臣妇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那就滚开！陛下，今日春水居的人都有可疑，都得查。好，那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，一个个的审，没问题再放。还有慈宁宫的人也全部抓起来。李明晨挥手下令，羽林卫即刻行动。春水居又混乱了一阵，尘埃落定，安静了下来，只留了自己人还在原地。林无道拿出一个香囊，这是宋白霜的香囊，里面有问题，可以当做物证。宇安。林宇安立马上前，双手接过香囊。摄政王，陛下，今日虽有物证人证，但要废太后，恐怕实施起来仍有难处。宋氏不会善罢甘休，文人墨客便是宋氏手里最有力的武器。李明晨语气傲娇得意，张嘴回答：国师大人无需担心，这一点义兄全部准备好了。哼，如此看来，这是陛下和摄政王的一场局。并不是，是宋白霜和太后先设计陛下，由此下场是他们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林无道看向洛雪心，雪发俊颜，微笑宠溺的点点头。下一秒，林无道话锋一转：摄政王妃，贫道借一步说话。国师大人，你要跟姐姐说什么？朕不能听吗？陛下恕罪，这是私事。洛雪心瞬间领悟，忍不住捂住了脸，耳朵现在还是红的。好，景林，你松松手，我和国师大人有话要说。一起，本王亲自向国师解释。景林握着洛雪心的手不放，语气平静沉稳，又问林无道要去哪儿聊聊。林无道眼刀子冷飕飕盯着两人牵着的手，请随贫道来。春水居背后的竹林里，景林先开口，将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林无道。林无道长松一口气，但还是有些惊疑不定。真的只是做戏？我和景林这么做是为了撇清我的关系，有不在场证明，这样景林才能放开手处置太后还有宋白霜。一个牙印罢了，摄政王就不能让别人来要？你今日所言所行毁了雪心的名誉，传出去世人怎么看待雪心？雪心才18岁。
本王负全责。看景林从容淡定，甚至隐约有点得意愉悦的表情，林无道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再看洛雪心，脸上只有心虚，不见生气和慌张。林无道行走天下的老江湖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自家宝贝被野男人拱了。林无道顿时眼前发黑。小舅舅，小舅舅，你没事吧？洛雪心急忙冲过来，扶着林无道给他把脉检查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气过头了。原来是星儿的小舅舅，国师与本王原来是一家人。摄政王言重，贫道担不起。林无道气得够呛，直接怼道：我家雪心只是一时借助摄政王府，将来离开王府，正儿八经的聘夫婿，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完好无损的人。小舅舅，景林的眼睛已经有好转了，能治好。待本王眼睛恢复，定当3书6礼，4聘5金，8不许说，你做梦！林无道气得够呛，不想跟景林再说一句话。走时还想带洛雪心一起走，但是被拒绝了。小舅舅，我和景林还有事要办。还能有什么事啊？你好吧，雪心，你可不能再上他的当。男人都是诡计多端，他说什么你都不要信。洛雪心乖乖点头，认真听话。雪心，你当真对摄政王动了情？面对林无道的追问，洛雪心抿唇沉默了。他对景林的好感早就超过了朋友的界限。回忆起景林出主意让他咬一口的时候，洛雪心的心跳狂奔，血液滚烫，脸红得不成样子。行，雪心，你还是别说了，让小舅舅回去缓一缓。你要记住小舅舅的话，别乱来，别让臭男人占了你的便宜。看着林无道背影沧桑凄凉的走远不见了，一道高大魁梧的影子倾斜过来，覆盖住洛雪心的影子。星儿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去天牢。洛雪心说完，立马滑溜地躲出去，跟景林拉开3步远。他往脸上扇扇风，一本正经解释：太热了，还是别靠那么近。好。景林转身带路，一路耳朵专注听着洛雪心的呼吸和脚步声。他唇角微勾，整个人说不出的愉悦和开心，像是得到了一生最珍贵的宝藏。尽管洛雪心没有亲口说，但他已经知道洛雪心的心意。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张纸，是一口气就能破的薄纸。景林也知道洛雪心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可以等废太后押送皇陵，圣旨昭告天下，宋氏再也翻不了这笔账，他再来问他。拜见摄政王，拜见王妃。退下。麒麟卫和羽林卫退下，牢房中顿时只有他们3人。宋白霜，本王妃和你并无深仇大恨，你为什么谋害本王妃？王妃不是很聪明吗？自个儿猜啊。长鞭破空，抽落在宋白霜身边的墙上，留下一条白痕。宋白霜哆嗦了一下，抬眼看向景林。想清楚，好好回答。摄政王，她根本不是洛雪心，不是丞相府大小姐，只是一个不知来历、卑贱如草的贱人。一鞭子抽在宋白霜身前，立马见血，宋白霜疼得惨叫。本王知道，丞相府大小姐连星儿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了。宋白霜又疼又气，张嘴想说什么，话到了嘴边就硬生生吞了下去，改口道：摄政王，你起一个卑贱之人，侯夫人能同意吗？又是一鞭子。星儿要试试吗？不了，我力气没那么大，效果不好。但我有银针。洛雪心抽出袖袋里的针包，弹指3根银针飞插在宋白霜身上。宋白霜顿时颤抖起来，一脸的痛苦狰狞。宋白霜，本王妃的耐心有限，说你为什么害我？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太后亦或者宋氏的意思？自然是宋氏给你的警告。谎言。洛雪心又飞出2根银针。摄政王，这就是你娶的王妃，如此恶毒，你就不怕吗？只见景林2手啪啪鼓掌，语气宠溺称赞：星儿做得很好，真棒。然后景林伸手一摸，搬过来椅子。星儿站累了吧？要不要坐下？我们慢慢来，不急。绝了！景林看不见没事，宋白霜看得见，又痛又气，人都快疯癫了。宋白霜，这几根银针在你身上时间越长，后遗症越严重。你再磨叽，下半辈子瘫痪了，吃穿屎尿都要人伺候，一身臭气，你受得住吗？贱人！景林又是一鞭子抽在宋白霜的小腿上，鲜血淋漓。骂一声，打一次，还不会影响到银针的效果。
太疼了。宋白霜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，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死死瞪着景林和洛雪欣，如看一对魔鬼夫妇，又怕又恨。洛雪欣看得明明白白，灵光一闪，当即冷声质问：“你是要借我报复谁？说！”宋白霜一脸震惊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显然没想到洛雪欣真的猜到了。宋白霜伤害我，对谁最有报复力？哥哥、小舅舅，还是景林？宋白霜，你要报复本王？对，没错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挚爱之人的痛苦，锥心断肠，痛不欲生。可惜冒牌货没有中计，我好恨。景林想了想，本王和你并无恩怨。那是你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你是谁？除了宋白霜，你还有什么身份？洛雪欣立刻怀疑起宋白霜，宋白霜却不吭声了。洛雪欣弹指飞出一根银针，银针入体，宋白霜头一歪，晕死过去。再扎下去，他会七窍流血而死，死了就问不出话了。景林，你有联想到谁吗？景林摇摇头，宋白霜透露的消息太少，一时半会儿景林毫无头绪。天劳无着，星儿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会让麒麟卫查查宋白霜的身份。好。陆雪欣看见牢房有点高的门槛，抿了抿唇，牵上景林的手。今夜景林住在宫中，房间就在洛雪欣隔壁，方便洛雪欣晚上过来给她药浴施针。星儿，我好了。洛雪欣站在3步外，眼神有些闪躲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爱情的苗头，再看景林赤裸上半身，洛雪欣竟觉得心跳呼吸加快，有些不敢直视。我想法不纯洁了。星儿，我准备好了。洛雪欣闭了闭眼睛，睁开眼走过去，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，专业认真地开始施针。景林喉头动了动，深呼吸，尝试转移注意力。明日早朝，陛下会宣布废太后的圣旨，还有对宋白霜的2人的处置。宋氏必定会有所行动。废太后已经被麒麟卫押送出宫了。星儿，我决定设一个局，看宋氏是去救废太后，还是救宋白霜。宋白霜能跟废太后比吗？一个是被夺了凤玺的废太后，一个是身份可疑的宋白霜。宋王陵那个老狐狸若救废太后，情有可原，但他若是弃废太后，救宋白霜出天牢，宋白霜的身份必定极为的重要，我便可以顺藤摸瓜，抓住宋氏的把柄，查清宋白霜的身份。原来如此，好计策，好局，咱们就等着明天看热闹了。景林点点头，嘴角笑容扩大，他心底不断地回味那2个字，咱们。他被星儿划分一体，越来越近了。说话间，针灸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洛雪欣一根根抽出银针，转身消毒，归纳入针包。景林，你今晚感觉怎么样？景林一直飘飘然，高兴忘了自己的情况。洛雪欣这一问，他立马心虚地揉了揉眼眶，回忆思索他今晚有什么变化。糟糕，心思全在星儿身上，说出来星儿会生气的吧？景林心底苦涩一笑，无奈地放下手，准备老实交代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光影模糊扭曲，朦朦胧胧。景林先是一惊，随后狂喜，立马看向洛雪欣的方向。朦胧光影中，他看见一道模糊的倩影，依稀只辨身上水绿色的裙摆。景林拼命地眨眼睛，哗啦从浴桶中起身，想要靠近洛雪欣看得更清楚。谁知一脚跨出浴桶，顿时脑袋昏沉，光影消散，沦为黑暗。不，再等等！景林急切慌了神儿，后脚绊在浴桶边，踉跄摔下去。景林！洛雪欣听到动静转身，看到景林要摔，下意识冲过来抱他。不料景林太沉了，一身肌肉他根本抱不住，反而被景林带着仰头摔在地上。后脑勺及时垫了一只手，不疼。但是我的屁股，我的胸，你好重哦，快起来！景林立马翻身坐起，垫在洛雪欣后脑勺的手扶她起来。他又急又恼自己，语气心疼极了。欣儿，你伤到了哪里？洛雪欣不想说话，一手捂着屁股，一手捂着胸，表情痛苦。屁股磕到地板了，胸……洛雪欣迁怒地瞪着景林的胸肌。大就算了，紧张的时候绷紧，硬得跟石头一样，我不会被撞成平胸了吧？心底纳闷儿，景林怎么走哥哥的路线了？欣儿，你还好吗？刚刚摔着的地方还疼吗？
求你别说了。这一摔永生难忘。景林抿了抿唇，再次道歉。星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鲁莽，连累了你。说起这个，你为什么突然激动的要出来？我刚刚看到了模糊的轮廓，还有你的影子。你穿的水绿色的裙子，对吗？景林语气遗憾失落，表情也有点落寞。对，是水绿色。对比起来，骆雪欣激动多了，立马走到景林面前，捧起景林的脸，贴近了检查一番。我现在看不见了，只有黑暗。正常的，你瞎了3年，毒素一直没有彻底根除，影响很深，但你能短暂看见就是好事儿，会越来越好的。骆雪欣笑着安慰，景林感受着脸上温柔的触感，呼吸间是骆雪欣身上淡淡芳香。喉头微动，景林顺心而为，吸气请求道：星儿，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？骆雪欣愣住，她好像明白了景林为什么激动起身。景林想看看他，看清楚一点，心底莫名的酸涩，想笑又笑不出来。骆雪欣没有回答，直接拉起景林的手贴在了自己脸上。只许这一次，景林瞬间脸上绽放笑容，俊美如神，风采夺目，勾走了骆雪欣的心神。要是景林眼睛恢复，那双眼有了神采，该是多么的好看。谢谢星儿，我摸完了。这么快？快？那我可以再摸一下吗？我慢一点。不行。骆雪欣立马后退一步，躲过景林的手掌，脸又红又烫，呼吸出来的气流都是滚烫的。他避开景林的脸说道：明日你还要上早朝，还要对付宋氏，早点睡。眼睛的事以后再看见不要着急，要冷静，血液流速加快，你会晕倒的。景林认真记住，听话的点点头。晚安。骆雪欣转身匆匆离开。晚安。景林也说了声晚安，语气温柔飘忽，脸上止不住的笑意。虽然没能看到骆雪欣的脸，但他成功摸到了。景林记住了轮廓，眉眼、鼻梁和嘴唇的位置，还摸到了那颗眼角的泪痣，浅浅的弧度却深刻烙印在了景林的心上。天亮后，文武百官上朝，圣旨宣告废除太后宋芳仪，降为宋贵太妃，押送皇陵守墓。而后景林宣布宋白霜作为主谋之一打入死牢，3日后问斩。此事盖棺定论，李明臣绝不退让，景林威势逼人，朝堂之上无人能扭转此事。散朝后，宋玉清即刻出宫，快马加鞭去铜雀台通知宋王林。宋玉清背后，文竹率一队麒麟卫好手悄无声息跟上。父亲，大事不妙。为父已经知道了，宋芳仪这个蠢货，照顾不好玉娇，还敢瞒着我动手脚。摄政王和小皇帝收回凤玺，还能交出来吗？没了凤玺，太后就是个摆设，没用了。但白霜绝不能出事。儿子明白。景陵，老夫要你生不如死。刚过晌午，麒麟卫送来一封密信，低声在景林耳边说了几句。去签乌月，本王亲自去。遵命。景林，你去哪儿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麒麟卫发现了雀影的踪迹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亲自去。星儿，你安心待在宫里，和陛下在一起很安全，我去就会。他行动匆忙，说完就要走。骆雪欣只来得及叮嘱一句：小心安全。瞧见景林步伐极快，几个眨眼功夫就消失不见。素月，雀影是什么？回王妃，雀影是曾经司马氏一族的死士暗卫。骆雪欣立马想起他和李明臣去赴宴的时候被刺客追杀逃进树林，他还挨了一刀。骆雪欣重提此事，素月点点头，刺客正是雀影。小姐，主子进宫了。该来的果然来了，哥哥肯定是听说了牙印儿的事儿。刚穿过前殿，便听李明臣和牧歌的说笑声。陛下，摄政王妃来了。姐姐，牧歌公子来了，他说的故事可有趣了，姐姐一起听。我不是来听故事的。哥哥，姐姐，不会是秦哥哥吧？义兄怎么办？明臣，牧歌是我哥哥，亲哥哥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他应该没有听见吧？牧歌嘴角微抽。陛下，我们兄妹也有数日没见面，不知可否容我们兄妹一叙？没问题。明臣老神在在的点点头，走时还让太监宫女都退出去，
殿内只剩洛雪欣和木哥2个人。若不是哥哥进宫，星儿打算瞒多久？我没想瞒哥哥，真的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有事没解决，才没来得及告诉哥哥。星儿当真喜欢景林？哥哥，我会担心他，在意他，也会想他，见到他会心跳加快，呼吸急切。目前为止，我只对他有这种感觉。木哥明白了，早在林无道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就猜到了这个结果。星儿若真喜欢他，哥哥不会让星儿为难，更不会让星儿伤心的。他能不能当上咱们家的上门女婿，还得看他表现。哥哥，没那么快，我还没有接受他的告白。甚好，星儿乖，别轻易答应他，哥哥先帮你考验考验他。景林去洗漱的功夫，洛雪欣回到长桌前，加快了手里的动作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终于完成。好可怕的慢性毒药，以似曾相识。欣儿，我收拾好了。景林焕然一新，带着一身早豆清新的气息回来。洛雪欣抬头看向景林，语气凝重认真。景林，我知道是谁毒瞎你的眼睛了。是谁？是宋氏。景林眉头紧皱，沉默不语。素月忍不住开口。王妃，王爷中毒时，启灵卫查遍了所有可疑人物，被覆灭的司马家和柳氏嫌疑最大，宋氏并无关联。过去的事我没有经历，不知道也不能断定，但我可以100%肯定，此毒跟景林的眼睛出自一人之手。宋王林要我给你下一半的毒，这一半喝下去立即发作，中毒者昏睡不醒，五脏六腑一点点衰败，短时查探不出，时间长久查出后已药石无医。所以洛雪欣才说好可怕的慢性毒药。要不是他从小跟着师傅学医，跟着师门见多识广，也很难察觉。这种慢性毒，我查了许多的药材，反复对比研究，和毒瞎你眼睛的毒有重合。一个药师的习惯是很难改变和模仿的，就算当初不是宋氏下毒，宋氏也知道是谁下毒害你。答案就在宋氏绝对脱不了干系。我明白，欣儿辛苦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也想弄清楚制作出这些毒药的人是男是女，此人和宋氏就是什么关系。因为不出意外，丞相夫人逼他吃的，宋王林逼素月吃下的，全是出自此人之手。前者他没吃，无需担心；后者素月还没有解药，洛雪欣一直牵挂着。宋王林要你今夜毒发，景林，你准备好装病了吗？我听欣儿的安排。太后已废，后宫没有宋氏眼线，你装晕就行。对外放出消息，你昏迷不醒，御医方福陵都查不出症结。明晨该怎么演，就看你安排了。对了，我哥哥会帮你。景林再次点点头，嘴角噙着宠溺微笑。好。